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BPW Study， 欢迎来到 iPhone 15系列的第二部实测影片。那我们在上一部影片里面呢，我们就详细比较了我们的 iPhone 15 Pro 还有 iPhone 15 Pro Max 它们的相机的差异。那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这部影片的话，可以点击右上角资讯栏来查看哦。那在上一部的影片里面，真的是获得非常广大的回响，以及许多观众的留言，真的非常感谢这么多观众支持我上一部的影片。那在这边也想要告诉大家，我的频道宗旨从来就不是抢第一，然后用最快速度去帮大家开箱 iPhone。对，其实我的频道的定位就是希望说，可以透过完整的比较跟实测，然后真正透过使用者的体验来告诉大家两台手机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因为我最希望的就是观众如果看完这部影片之后，真的能实际带一些东西回去，或是得到一些知识。我觉得这个才是我频道真正的目的。所以我觉得抢快这件事情，在我频道来说是比较不会发生的。所以我也自我期许，希望我这种类型的影片可以去慢慢影响其他 YouTube 的影片，然后让大家去拍出更多完整实测的影片。好，那我们就来切入今天影片的主题啦。那今天影片主题，我们就是要来比较我们的 iPhone 15 Pro 还有我们的 iPhone 15系列，它们在外观、价格、相机还有晶片之间的差异。对，那为什么我会主要比较这两台手机呢？因为 iPhone 15跟15 Pro 在价格带上面算是比较接近的。对，因为一般人不会想要去买15，然后跟15 Pro Max 之间去挑选嘛。对，所以今天就会来详细比较这两台手机之间的差异。那当然，我们也会到户外去做相机的更详细的实测。今天影片除了这两台手机的实测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最精彩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来实际实测我们 iPhone 15 Pro Max 它的夜拍能力。对，所以我在影片最后的部分就会比较我们的 iPhone 15、iPhone 15 Pro 还有 iPhone 15 Pro Max， 它们在不同倍率还有不同焦段的夜拍到底是怎么样。对，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多观众问我了，所以我就决定把它直接拍在今天这部影片当中。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影片从头看到尾哦。那在影片开始之前，请先记得按下订阅钮，并记得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跟 BPW 相关的最新资讯哦。好，那我们在进入实测影片之前呢，我们就要先来告诉大家今年 iPhone 15还有 iPhone 15 Pro 它们的13个差异。对，那首先呢，我们当然先来讲到价格的差异嘛。iPhone 15的系列的话，它最低的定价是从29,900元新台币开始。那如果是 iPhone 15 Pro 的话，就是36,900新台币，所以它就是等于差了7000元之间的这个差距。然后最低的规格都是从 128GB 起跳。那再来的话，我们就讲到外观的差异。那在外观的部分，总共有6个差异。那第一个差异最明显嘛，就是我们从外观就可以看到钛合金跟铝合金之间的差异。那第二个差异的话，就是在我们侧边的 Action Button， 也就是在 iPhone 15 Pro 系列独有的动作按钮，你就可以客制化去定义你这个按钮想要静音、相机、勿扰模式、手电筒等等的功能，都可以直接透过这个 Action Button 来设定。对，那在 iPhone 15的话，它就是一般传统的拨杆，你就只能去设定静音跟铃声这2个功能。那在第4个差异的话，就是窄边框。在 iPhone 15系列的话，它就是跟去年的 iPhone 14 Pro 还有 Pro Max 的边框的粗细是一样的。对，但是如果在 iPhone 15 Pro 跟 Pro Max， 它就是比去年的边框来得更窄。如果直接用肉眼把2台手机放在一起的话，其实是可以蛮明显的看出差异。对，但是我自己在实际使用起来的话，我自己觉得这个差异其实不会到太明显。对，而且大家都会把手机壳包起来，其实那个边框又会被包起来一点。差异的话，就算是有一点点这样。那在外观第5个部分，当然就是比较大的差异啦，就是 iPhone 15跟15 Pro， 他们今年的萤幕亮度都是一样的，对，但是 iPhone 15就只有支援60赫兹的刷新率，然后 iPhone 15 Pro 跟 Pro Max 就是120赫兹，所以你在滑动起来那个差异其实还是差蛮多的，尤其是你想要快速的由上往下滑动到底下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15 Pro 跟15 Pro Max 它真的是非常的灵敏。那在第6个外观差异也是一个蛮大的部分，就是在 Always on Display 的部分。对，在非 Pro 系列的话，就是没有办法支援这种随时显示的功能，你在15 Pro 跟15 Pro Max 就有支援这个随显的功能。那它的好处就是，如果你在使用 iPhone 的 Standby 模式的话，你边充电边使用你的 iPhone， 它萤幕就会一直常亮在那边，就不会自己熄掉。对，我自己觉得用起来是还蛮方便的。好，那再来就是关于晶片部分的差异嘛。那晶片很明显嘛，就是今年 iPhone 15它就是沿用去年14 Pro 跟 Pro Max 的 A16 晶片，那在15 Pro 跟15 Pro Max 就是使用今年所推出的3奈米制成的 A17 Pro 晶片。对，那主要差异就是在 GPU 的部分嘛，2个 CPU 都是6核心，对，但是在 A16 的话就只有5核心 GPU， 那如果在 A17 Pro 的话就是6核心 GPU。那跑分部分这边画面也呈现给大家看一下。对，那基本上如果你在一般的处理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效能其实已经非常够用了，除非你会用到打游戏啊，或是其他一些功能。对，这个我也会在影片最后跟大家讲一下我的使用心得。
好，那在差距比较多的就是在相机的部分，相机总共有6个差异。iPhone 15只有2颗镜头嘛，然后15 Pro 的话是3颗镜头，它们唯一的差异就在那一颗3倍的望远镜头。但其实 iPhone 15跟15 Pro 它们除了3倍镜的差异之外，其实它们在广角跟1倍，它们的光圈还有镜头大小还是有点差异的。像是在 iPhone 15的话，它超广角镜头的光圈是2.4，但是在15 Pro 的话就是2.2。然后在主相机的话， iPhone 15系列的话是 1.6， 然后在 iPhone 15 Pro 的话是 1.78， 对，所以他们在光圈的表现其实有些微的差异。我们等一下在后面实测就可以看出他们2个在拍照之间的差异。那在相机第3个差异的话，就是在可位移的感光元件上面会有点差异。在 iPhone 15的话，就是使用上一代的感光位移式的元件，对。那如果在15 Pro 跟15 Pro Max 的话，就是使用第2代的感光位移元件。那我们等一下也会在后面的影片稳定度实测来告诉大家这个差异。那在另外3个差异的话，就是在夜间人像模式，然后 Apple Pro RAW 的格式支援，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在微距摄影的部分。对，在 iPhone 15 Pro 系列以上才会支援这个微距近距离拍摄的功能。那在 iPhone 15的话，你近距离拍摄，它就是完全无法对焦到这个功能，所以这个广角镜头应该还是使用 iPhone 13的那个广角镜头。好，那接下来影片第3个部分，我们就要来到户外的场景去进行相机实际的实测啦。首先我们会比较 iPhone 15还有 iPhone 15 Pro 它们在拍照之间的差异。那最后的话，我会把15 Pro Max 一起来加入，来比较3者相机之间的差异。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些片段吧。那首先我们是以电影模式，然后没有开启 Action Mode， 然后在 iPhone 15跟15 Pro 来进行录影。那第一个影片的话，我们是在没有背光的情况之下直接拍摄。对，那其实可以看到，不管是 iPhone 15还有15 Pro， 它们的色调表现真的是非常的美，而且电影模式开启之后，其实它的人像的虚化也都是非常正常。像在 iPhone 13系列的话，它有时候这个虚化就没有做的那么好。那我觉得在15系列之后都是改善蛮多的。然后我们刚刚从1倍镜放大到2倍镜的时候，其实2者的表现也都是非常清楚的。好，那接下来第2个影片的话，我们就会在稍微有一点背光的环境之下，就是太阳会在我们正前方的画面来进行拍摄。好，那我们看完这个片段之后，我们其实就可以发现一个蛮大的差异。如果在 iPhone 15的话，它在背光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在太阳光呈现跟色调就会来的比较没有这么好。尤其你可以看到一些很明显太阳的光线啊，或者线条，它会直接显现在画面上面。然后在影片最后面的片段的话，我们从背光转换到没有背光的情况之下，在 iPhone 15它最上面呈现的那个云朵的画面，其实颜色就没有来的 iPhone 15 Pro 的那么鲜明。这边就可以看出它在背光呈现的部分会比 iPhone 15 Pro 来的差一点点，但是在画质的部分其实没有太大差异，主要就是在感光元件还有色调上面呈现的一点差异。第3个影片的画面的话，我们就是使用静态摄影的部分，然后来看一下2者手机画质间的差异。对，那首先我们是使用2倍镜拍摄，然后会拉回到1倍镜，然后我们最后会再拉到2倍镜。对，那在最后一个部分的话，我们会直接放大到 iPhone 15最大，因为 iPhone 15最大只能到6倍镜，那 iPhone 15 Pro 是到9倍镜。那这边为了比较，所以我就把2台手机都放大到6倍。对，那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出很明显的差异。对，因为 iPhone 13 Pro 它拥有3倍镜，但是 iPhone 15的话它只有2倍镜，所以你看我们放大到6倍的时候，这个画质差异真的是非常的大。对，这个也是我目前录起来觉得 iPhone 15跟15 Pro 它们差异最大的一个地方。对，所以这边就是看你会不会常用到3倍以上的焦段。如果是在广角1、2倍的话 ，iPhone 15本身就是非常足够了。好，在第4个影片的话，我们就是来测试稳定度的部分。那我们这边会开启 Action Mode， 然后会分别以 0.5、1倍、2倍倍率来拍摄，然后来看一下它们在3者之间的稳定度。好，那首先呢，我们是使用广角镜拍摄。那广角镜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表现是非常的稳定。那接下来我们换到1倍镜来拍摄。对，那1倍镜的话，我觉得它整体拍摄是还不错的，因为我是用跑步的速度这样子去拍摄，我觉得它稳定度算是很好。那在2倍镜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表现也算是真的还不错。对，其实没有看出太大的晃动跟差异。然后最后的话，我就是走下楼梯。对，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画面呈现的都是非常稳定。对，所以其实这边并没有很明显的看出它的可位移的元件第1代跟第2代之间的差异。我自己这样看起来，觉得2边的影片都算是蛮稳定的，发挥到它 Action Mode 该有的效果。好，那再来的话就是关于一些相机镜头画面的实测啦。那我们一样是从广角1倍、2倍，然后3倍去看一下它们相机之间的差异。对，那第一张镜头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广角镜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整体色调呈现都是非常的接近。对，但如果仔细看一下细节，还是可以发现，在 iPhone 15 Pro 的话，它在细节的呈现会比较好。比如说，我们看到波浪的波纹啊，它颜色会呈现比较好。
对，那在上面天空的部分亮度就有一点差异，对，因为刚刚有跟大家讲过 iPhone 15相机的规格嘛，对，它的光圈其实是比 iPhone 15 Pro 来的大一点的，对，所以在这边画面呈现会稍微比较亮一点，对，但是因为它镜头可能是用前几代的镜头，所以呈现起来就没有像15 Pro 来的那么锐利，对，但是必须说，如果没有仔细看的话，其实两者表现是非常接近的。好，那接着我们把画面放大到1倍镜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们在主镜头表现之间的差异。对，那我们一样也是把画面放大到海浪还有沙滩的这个交界处。对，那我们现在放大到1倍镜之后，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两者表现真的就是非常接近的。对，那我们来看一下远方的景物。对，那其实我们放大到远方之后，其实还是发现他们在主镜头部分表现真的是不错，所以我们真的有看出今年 iPhone 15它真的有进步，它的镜头进步到4800万画素嘛，所以它在1倍镜拍摄出来可以用光像引擎合成出这个2400万画素的画面。我自己这样拍摄起来，我真的觉得跟 Pro 的差异真的没有到很大，所以这边真的是很明显可以看到 iPhone 15它的进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画面放大到2倍镜的部分。对，那其实你看，我们这样放大完之后，可以发现，其实 iPhone 15它在2倍镜的表现依然是非常优秀的。对，虽然它们两者的镜头都是使用裁切的方式变成1200万画素，对，但是其实我们从这边真的是看不出什么差异。对，就是硬要挑，真的也是很难挑出差异。对，唯一可以挑剔一下，就是在这块小细节的部分，就是这个竹竿旁边的算是一块布吧。那这边就可以很明显看到 iPhone 15 Pro 它呈现的细节就真的是来的比较好。那 iPhone 15的话，它就有点被涂抹的感觉，但就跟刚刚说的一样，其实表现真的是非常的接近，基本上你没有放到这么大是看不出两者之间的差异的。好，那再来就是3倍镜的部分，那这边 iPhone 15就是使用数位裁切嘛，因为它没有真正的3倍镜。那 iPhone 15 Pro 的话，它就是使用真正的3倍镜来拍摄。对，那你看我们从这边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在前方这个人他拿着手机的画面。对，它其实就清晰了很多，然后在后方海浪的部分就更不用说了，3倍镜它呈现的真的是非常的清楚。那你如果从2倍直接裁切到3倍的话，因为它画质损失已经很多了嘛，它已经从2400变成1200，然后你再放大成3倍，对，所以这边其实浪花整个呈现就是非常的模糊，对，所以 iPhone 15在2倍镜以上的部分，真的表现就没有来得这么好。那这张图的话，我们就是分别把两台手机的倍率放到最大。那在 iPhone 15部分的话，它最大只能放大到10倍。对，那在15 Pro 的话，它可以放大到15倍的倍率。这个轮传的差异就非常的大。对，那 iPhone 15 Pro Max 的话，这边也补一张照片给大家看，因为5倍镜嘛，所以5倍镜真的是把这个轮传的细节都呈现得很清楚。对，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望远镜头它的优势。好，那接下来就来牺牲一些我朋友的照片，我们来看一下在日间人像的拍摄啦。对，那首先的话是在稍微有点背光环境之下所拍摄的日间人像。那大家很明显可以看到，就跟前面讲的一样，就是 iPhone 15它在背光的这部分的表现其实没有来的像15 Pro 这么好。对，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人像的部分，它人的脸就是稍微比较黑一点。对，那在 iPhone 15 Pro 的话，它的人像呈现就非常好，光线跟亮度都是非常鲜明的。对，但是 iPhone 15系列就稍微来的黑一点。那比如说这个是用2倍的人像拍出来，那我们其实从边缘可以看到，它景深的部分也都是呈现的非常好的。对，其实两者之间真的是看不出什么太大的差异。所以在衣服的噪点的部分表现也都是非常的均衡。对，那因为这毕竟是别人的照片，所以我们也不要示范太多，我们就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画面呈现。在这个画面的话，就是已经进入大概傍晚5、6点所拍摄的画面。那这边就是想要看一下在噪点的部分呈现会不会很明显。那我们就是使用广角1倍、2倍来拍摄。对，那在建筑的部分，其实两者表现我觉得都算是还不错的。唯一的差别就可以看到右下角这个尖端的地方，对15 Pro 来的比较清晰一点。对，但是其实差异没有到很大。接着我们就把画面呈现到1倍镜。对，那这边我们可以很明显来比较一下月亮这边。其实，在左半边 iPhone 15它呈现的噪点就稍微来得多一点点。对，但是也是没有差到很多。那如果变成2倍镜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对，那这边也是 iPhone 15来的噪点稍微来得多一点。大家其实可以发现两者的差异真的是蛮小的，所以15系列主镜头 CP 值真的是还蛮高的。然后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丽的晚霞。对，那这个晚霞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我那时候一看到就真的想马上把它捕捉下来。那一样也是使用广角1倍、2倍来查看。对，那因为影片时间关系，我们就快速带过给大家看。那我们看完这些照片之后，真的可以发现 iPhone 15它在日间拍摄的表现，这已经是非常的棒了。我们基本上无法从15 Pro 看出太大的差异。对，15 Pro 它唯一胜出的就是只有那个3倍镜而已。我觉得 iPhone 15的表现已经可以达到 iPhone 15 Pro 的85%左右了。
好，那我们昨天录到一半，居然麦克风没电了，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再来重录最后一个部分。对，那在影片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就要来实际看一下 iPhone 15、iPhone 15 Pro 还有 iPhone 15 Pro Max 它在夜拍的表现。其实现在手机相机在这种日间拍摄做起来已经是非常的好，但是夜拍的话，你就可以真正看出手机它拍照等级的差别。等一下的实测，我们就是会以不同的光源还有不同的背景来看一下3台手机之间的表现。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到这张广角镜的夜拍。我们如果直接看天空的部分的话，其实不会看出太大的差异。3台手机在夜拍跟噪点的部分表现都是还可以的，对，唯独就是 iPhone 15会多一点点的噪点。差异比较大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个瓷砖。对，你看左边瓷砖这边，在 iPhone 15 Pro 跟15 Pro Max 它们的瓷砖的显现都是很清楚的，对，但是在 iPhone 15的话，它就有点被涂抹在一起了，所以这个在广角镜的部分 ，iPhone 15它夜拍就是稍微比较劣势一点。那接着我们看到一倍镜的部分，那我们看到一倍镜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看到 iPhone 15它在瓷砖的地方改善就非常的多，对，就不会像刚刚广角镜来的这么严重。那我们接着把画面拉到后面的天空，那后面天空的话也是很明显可以看到 iPhone 15它的杂点跟噪点多了一点。对，然后刚刚前面有讲他们镜头规格嘛，就是 iPhone 15它的光圈其实是比较大一点，所以这边画面显得会明亮一点。只是它画面明亮之后，反而就是噪点来的比较多，所以这个就算是一个取舍。好，那在第3张照片的话，我们就是来看到2倍镜的部分。那2倍镜的话，就是使用1倍镜去做放大裁切嘛。对，那在2倍镜这边就更明显可以看出2台手机在夜拍的差异。对，你看 iPhone 15的话，它在台电大楼这边呈现真的是模糊了蛮多，就是建筑物的轮廓还有窗户，它整个都已经有点被涂抹掉了。对，那在 iPhone 15 Pro 跟15 Pro Max 表现都是还不错的。那这边反而是 iPhone 15 Pro Max 它的清晰度略胜一筹。对，所以这边就可以印证一件事情，就即使日间拍摄看起来很类似，但是在夜拍的话，真的还是会有差距。好，那再来这张照片就是使用3倍镜来拍摄。对，那3倍镜的话 ，iPhone 15跟 iPhone 15 Pro Max 都是使用数位变焦的裁切嘛，这边唯独只有 iPhone 15 Pro 它是拥有真正的3倍镜的。对，所以你看我们这边很明显就可以看到 iPhone 15它在这个建筑物的窗户的细节就呈现得非常的好。对，然后 iPhone 15跟 iPhone 15 Pro Max 的话，真的就是蛮模糊的。对，但是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差异，就是感光元件的成像会影响你高倍镜很多。因为你看我们 iPhone 15跟 iPhone 15 Pro Max 它们都是只有1、2倍镜而已。对，但是你看 iPhone 15 Pro Max 它在整个清晰度、还有颜色、还有噪点表现的都比 iPhone 15好非常的多。好，那接着我们就把画面对焦到光源更明显的地方，我们会以台北101为主体来拍摄。对，那首先一样是广角镜的部分。那广角镜的部分在天空这边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对，唯一可以看出差距的就是在右下角的这些椰子树它的叶子。对，你看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到，在 iPhone 15它椰子树的叶子表现真的就没有到太好。它就蛮模糊的。那在15 Pro 跟15 Pro Max 至少还是可以清晰的看出那些叶子的样子。那在1倍镜的部分，我觉得在天空的部分，3者的表现其实也都是非常接近的。对，就一样，在 iPhone 15的地方，在天空的地方还是会有一些杂点的出现。对，那如果把画面拉到稍微比较远方一点或者比较黑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这边在 iPhone 15的地方，它涂抹的感觉就比较严重。好，那接着我们把画面放大到2倍镜来看一下，倍率放大到越大的时候，越可以看出 iPhone 15它在夜拍的劣势。就你看这边101的模糊程度就差了蛮多嘛，虽然2颗镜头都是4800万画素，然后透过裁切的方式以1200万画素的2倍镜呈现，对，但是这边就可以看出蛮明显的一个差距，不管是在清晰度啊，或是暗处的表现 ，iPhone 15在暗处的表现真的就是不太行的。你看，像我们在101底下的这座建筑物。它底下几乎已经是全黑跟糊在一起了。那3倍镜这边，我们真的可以看到 iPhone 15 Pro 拍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美，真的没有辜负它这颗3倍镜的夜拍能力。对，那至于在 iPhone 15跟 iPhone 15 Pro Max 的话，他们就是使用数位裁切的方式来呈现。对，那首先我们第一眼可以看到，在101顶端的这个颜色。这2个红色都其实已经有点失真了。对，在 iPhone 15 Pro 它表现的是最接近真实的情况。对，那我们一样把主体放大到左半边这栋建筑物。对，这边就可以发现 iPhone 15 Pro 它在每一个窗户啊，还有细节的表现，真的都是非常的不错。对，那 iPhone 15的话，它天空的噪点依然还是很多。那 iPhone 15 Pro Max 它噪点抑制的不错，但是画质呈现来的就比较普通一点。好，那在最后这一组照片就是观众最期待的5倍镜的夜拍效果究竟如何啦？对，那如果我们是以这种很明亮的建筑物来拍摄的话，真的要说5倍镜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好。我们现在马上把细节放大给大家看。你看最右半边的5倍镜，它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好，不论是在101整体光线的呈现，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最顶端避雷针的地方，它比较不会有失真的效果。然后在右半边的南山人寿大楼，它的细节呈现也真的是非常的好。5倍镜在这边的夜拍表现，真的就是马上可以高下立判了。对，因为 iPhone 15就是只有2倍裁切嘛，然后 iPhone 15 Pro 是从3倍放大到5倍。所以这边真的可以很明显看到细节的差异。我那时候拍出这张照片，心中真的是有这种惊艳的感觉。哇 ，iPhone 15 Pro 它在这种有光源底下的夜拍，真的打破我上一部影片的想象。对，它在这部分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好。那唯一可以小挑剔的地方，就是在噪点呈现的部分，在101旁边的天空，其实噪点就比其他2个图片来得更明显。对，但是因为毕竟这就是它5倍镜天生的劣势啦，我觉得能表现到这样子，真的已经算不错了。但是如果你把5倍镜放到真的没有光源的地方拍摄的话，它相对来说这个夜拍优势就会完全消失。像我这张拍的图片，我们就是使用5倍镜的方式，然后用3台手机来拍摄，那这边就是没有什么太强大的光源或是建筑物。对，那我们把画面放大之后，就可以发现，其实你无论是用 iPhone 15、iPhone 15 Pro 还是 iPhone 15 Pro Max，它的清晰度呈现都是有限的，对，而且尤其我们可以看到 iPhone 15 Pro 跟 iPhone 15 Pro Max， 如果在这种没有光源的夜拍底下开启5倍镜的话，其实我觉得2台手机的差距没有到太大。对，虽然 iPhone 15 Pro Max 有好的倍镜，但是它感光元件比较差，然后 iPhone 15 Pro 没有这么高的倍镜，但是它感光能力来的比较好，所以你看最后综合起来，2张照片在5倍镜的呈现其实就是很接近的。好，那感谢大家听到这边，接下来就进入到影片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在夜间录影3者之间的差距。好，那虽然这个影片只有短短的13秒，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很多细节。我们在广角镜的部分，不管是15 Pro 还是15 Pro Max， 我觉得他们在夜拍呈现真的就是蛮差的，就基本上整个画面都是全黑。但我们把画面一放大到1倍镜的时候，其实就很明显可以看出整个画面就亮起来，因为1倍镜感光元件会来的比较好嘛。对，那如果放大到2倍镜的时候，这边可以比较明显看出15跟15 Pro 之间的差异。因为15的感光跟夜拍来的没有这么好，所以在2倍镜放大的时候就有很明显噪点的出现。那么15 Pro 跟15 Pro Max 是还没有出现噪点的。我们把 iPhone 15放大到3倍镜，15 Pro 也到3倍镜，然后15 Pro Max 到5倍镜，就可以发现3者的噪点真的都是非常的多。因为毕竟 iPhone 在夜间录影就没有办法像拍照一样用长时间曝光来呈现嘛，所以它就是最直接呈现它镜头本身的夜拍能力。好，那以上就关于 iPhone 15系列夜拍实测的部分。好，那在影片最后我们就来讲一下结论跟心得啦。那不得不说，这次我在使用我的 iPhone 15的时候，我真的有觉得我有一种在使用 Pro 系列的错觉感。对，那原因主要有2个。第一个的话就是它正面的动态岛嘛，正面动态岛跟去年14 Pro 的呈现方式是一模一样的，边框粗细也是一样的。除了动态岛之外，当然就是后面最重要的那一颗2倍镜啦。我觉得还有新增的2倍镜之后，真的是大大的优化我们的拍摄体验。因为我真的觉得 iPhone 15以前非 Pro 系列，你用起来就会有一种很过不去的感觉。你看，我们明明就花了快3万买了 iPhone， 但是你从1倍镜放大之后，画面就变得非常模糊。对，所以你根本不会感觉你在使用一台很专业的手机。对，但是今年你不用花到3万块，你就可以享有这种体验。我真的觉得在 iPhone 15系列的进步是非常显著的。对，因为像是我最近都一直在用我的 iPhone 15 Pro Max 嘛，但它就是125的镜头。对，但是我发现我用到5倍镜的时机真的是太少了，我主要都是用1倍、2倍或是广角镜，所以这样子用起来其实根本就跟 iPhone 15没有太大的差距嘛。如果你没有要用到这么远的拍摄的话，所以 iPhone 15 Pro Max 现在那颗5倍镜来说，就只是像是以备不时之需而已。对，但是它并不会像1倍镜、2倍镜这么频繁的使用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今年 iPhone 15很像 Pro 系列的一个原因。那在第2个部分就是关于晶片嘛。那今年 iPhone 15虽然是搭载去年的 A16 晶片，但基本上你在一般的讲电话、看影片或是一些文书处理上面，我觉得其实 A16 晶片就已经非常足够了。但是今年一个很异常的状况就是在发热的部分。今年在 iPhone 15 Pro Max 的发热程度大于 iPhone 15 Pro， 然后大于 iPhone 15，这真的是有点令人意外。大家知道吗？我在用我 iPhone 15 Pro Max 录影还有拍照的过程当中，手机大概就出现了3到4次的过热，甚至连我在用线充电的时候，它也发生过热的现象。对，所以这点真的是让我蛮意外的。那我有去查找一些资料，台积电这边是说明说，这跟他们的 A17 3奈米的晶片是没有关系的。他们说发热并
并不是晶片本身造成的。所以我这边在猜想，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就是钛合金它本身的散热程度其实就是比不锈钢来的更差嘛，那有可能导致它热能一直聚集在手机里面，没有办法散热出去。对，所以不知道未来有没有机会透过软体更新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发热真的是蛮恼人的，而且你这样手机就没有办法很正常的运作，很容易会宕机。对，我们总不可能花4万多块又买了一颗火龙果吧，对不对？好，那再一定就是观众最想要问的嘛，那我今年到底要购买 iPhone 15还是 iPhone 15 Pro 呢？那我觉得 iPhone 15在今年真的是一个很有感的提升。你如果本身就是用非 Pro 系列的话，你用到 iPhone 15，你真的会觉得它很像在使用 Pro 系列的手机。对，因为它在镜头的部分真的是进步蛮多的。如果你是真的只使用日间拍摄，然后不会用到很远的倍率的话，其实 iPhone 15系列对你来说真的已经就是非常够用了。它不管是在日间的广角镜、1倍镜、2倍镜，它的成像的呈现其实跟 iPhone 15 Pro 的色调啊、杂点其实都不会差到太多。它们唯独比较大的差异就真的是在夜拍，然后2倍镜以上的成像差距。对，那再来的话就是它们7000块差距嘛。那我自己使用起来比较大的差距就是在120帧的刷新率，还有 Always on Display 的这个功能。对，那再来的话就是刚刚讲的相机嘛，所以我觉得这3个对我来说其实才是比较显著的差异。那再来的话还有电池续航力的部分 ，iPhone 15相对来说真的是比15 Pro 来的耗电一点点，这个差距其实并不会到很明显。对，那其他一些差距像是钛合金啊、窄边框啊、Action Button 这些等等，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都不是一个很显著的差异。对，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那3点，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身为一个购买者会去比较在意的差异。所以大家也可以想想看，你这个7000块的价值，你觉得他们2台手机最大的差异，或是你最在意的点有哪些？对，大家都可以稍微去评估一下。对，那在 Pro Max 的部分，上次有讲过了嘛？如果你真的会用到像是演唱会啊，或是很远的景物、人像或是动物的拍摄的话，那 iPhone 15 Pro Max 它的表现真的是不错的。对，那唯独的劣势就是在毫无光源的夜拍之下，它的夜拍能力就会退回到跟 iPhone 15 Pro 一样。对，所以这部分就给大家参考啦。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那你听完这一系列的比较之后，你最想要购买哪一台 iPhone 呢？欢迎在留言底下告诉我哦。我在未来的影片就会针对其他相机以外的部分去进行更进一步的实测，那大家就敬请期待啦。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记得按赞加分享，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最后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以获得更详细的资讯。